OK， 我终于来到那个杨浦滨江了。这一段呢，原来是杨树浦的那个发电厂，还有杨树浦的水厂，是我们上海老工业基地的代表之一。那么现在经过改造呢，在这里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滨江步道。那天呢，我在这边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一大片呢，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船。我现在把它分起来了，它其实是可以在这边是可以进船的。我特别感兴趣的呢，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场景。然后很多人呢会在这里呢去拍那边的这个烟囱，还有那个吊车。但是我觉得烟囱和吊车呢，其实在上海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有，但是唯独这边呢，它这边有一个造型呢，是这边有一个铁板。那这个铁板呢，我当时是观察呢，它是一个装置，它是作为一个立体的这个绿化的这么一个盆栽的这么一个装置放在这边。一方面呢也是遮挡这些光秃秃的这个场景，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其实很多时候呢，它上面是可以挂那个垂直绿化的，那么看上去会更好看一点。但是现在它绿化拿走了以后呢，它就出现2块光板，然后这个光板在整个一个场景当中呢，显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突兀，然后都觉得就是说按正常的逻辑呢，它是不应该是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我准备把它给拍下来。那么上海的类似的那个工业遗迹呢，其实还是蛮多的，特别是在老杨浦都是大工业的这个基地造船厂发电厂自来水厂机器厂等等，这些工业遗迹呢，慢慢的随着上海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升级呢，被淘汰掉了。但是呢，它始终见证了中国上海工人阶级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见证了一段历史，所以其实它是会被保留下来的。那今天呢，天气非常的好，我这边呢，所以今天上次采过点了以后呢，这边专门我带了今天用大画幅来拍这样的一张照片。我用的这个底片呢是 ACTA 100也是最近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底片它颜色都非常好，然后这个
浓郁，然后在很好的这个阳光下呢，它会呈现出一种非常美妙的这个感觉。当然，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就偷懒了，我用一个视光的这个308的这个小的这个测光表啊，比较偷懒一点。然后还有这个对焦的这个，那我今天呢还带了一块灌布啊。我以前呢一般不是很喜欢用灌布，就闷着头。我这块这个后面的这个取景屏呢其实是高亮屏，所以呢其实一般来说是不需要这么正式啊。但是今天天实在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用一块灌布，我们来做一些拍摄。那我之前呢，其实做了那么多视频呢，其实里面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关于大画幅的，然后很多后来就不去做这个内容呢，主要也是因为大画幅的这个拍摄呢，相当的这个繁琐，然后体积又大，然后又很沉重，今年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就一直没有拿它来拍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宠幸它一下，然后就体验一下大画幅的这个魅力哈。我们今天呢这个画面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画面。那这块板呢，它是可以把后面的2栋房子给遮住的，然后前面呢是很平的一个线条，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平面的构成。我们待会儿来试试看整个这个平面构成到底能够拍出怎样的一个效果。那首先我们来取个景。那取景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机背的这个取景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也有这个很好的 APP 来帮助我取景。那这个 Viewfinder 是个很好的一个取景的工具啊。好，它告诉我现在这个取景的这个方式。我这次呢是准备用竖构图的方式拍一张。我看一下横构图哈，横构图也不错，横构图也不错。但好像我们横竖都来一张吧。我这个架子架的有点高，因为我希望能够做一些平行的这个拍摄，但是对于取景来说可能会有点难度哈。我先看一下完全不行。我这个正好是反光的，所以它必须要用灌布啊。但这个呢又很扎眼，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这么扎眼的，像斗牛士的这个，像斗牛士啊，在斗牛啊。大画幅的这个拍摄呢，就有这点烦啊，它就是。对，它就是比较夸张一点的。好，我觉得我现在对焦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然后构图也基本差不多了。接下来我去测个光。我们用100的那个 ISO 来测光，60分之1秒 f32。
拍大华府呢，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或者说很辛苦的事情，它的延时感特别强。所以你看，我刚才忙碌了90分钟啊，其实只拍了1张照片啊，所以但是只要这张照片值，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看大华府的这个照片，跟我们去看135小邮票的那个照片的感觉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么复杂的繁琐的这个操作，最后只是为了这么一下，但是你会觉得说这张照片里面蕴含了所有的你在这90分钟乃至前后所有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这种体验，这种辛苦，这种愉悦。当你看到照片的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希望以后能够多拍一点大华府的照片。如果我身体能够更好一点的话，我应该可以背着它走更远的路，去拍更多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景色。那今天已经就不错了。好，今天呢，我觉得我的体力已经到极限了，所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